Hello，大家好，我是 Vivi，我是 Tomato，我是婷婷。我们上一集就跟大家介绍了为什么我们会选择 Masscom 这个科系，然后有大概讲了一下这科系是学什么的。今天这一集我们会更清楚的让你们知道我们在这个科系修了什么科目，我们有什么样的 project， 或者是我们会接触到什么的事物等等。每个人读的科系里面，你们的 major 有什么科目，就是你们觉得印象比较深刻，或者对你们特别有帮助的？正如上一集婷婷所说的，我们第一年就是学习关于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Base 的内容，第二年我们就各自进入自己的 major， 然后我是 Advertising 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 Marketing， 第二部分是 Advertising。Marketing 的话就会有像是 Brand Management 或者是marketing principle， 做 research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 report。 第二部分是 advertising， 有 advertising design and execution， 还有 advertising principle， 就是如何将一个牌子给去建立起来。最开始就进去 PR 和 event 的东西咯 ，like public relation principle 啦，然后publicity and media relation。在 Sem 3的还是PR 的东西咯，然后 Sem 4才开始学那种 event like introduction to mass event and meetings 啊，然后 exhibition management 啊，然后design for event and 还有很多咯。然后 Sem 5的时候又开始回去关于 PR 的 PR marketing 的嘛，所以就有更深入关于 PR 的课程。然后 marketing 的话，就像 consumer behavior、这些 marketing 的 strategies 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学的咯。我是 broadcasting 嘛，会有涉及3个方面，就是 pre-production、production 还有 post-production， 就是一个标准的流程啊。pre-production 就是你要想故事那些咯，所以会有 script writing 的课。是 pre-production 的部分就是拍东西。然后拍东西就是老师会教你一些 basic theory， 就比如说这个 shot 作用是什么。 post production 就是我们要去剪辑，然后他也会教我们就是 software 的使用，比如说 Adobe green screen 要怎样用，就是学习后期制作的东西。更 details 一点讲，你们这个科系到底学了什么东西吗？我学的东西更多倾向于去如何去建立一个 campaign 或者是建立一个 brand 的那个过程，像是要通过 research 然后做结论，去定位 target audience 和 set goal， 然后用多少的 budget 去和用什么方法去实现那个 goal。 然后像是其他部分 design 跟 caption 也都是我们要做的，可是这边是我们课堂上比较少学到的，大多是像在分工的时候去把这个 part 交给那些更加擅长或者是通过网站去寻找自己的灵感和 idea。 我觉得这 part 虽然是很难，可是我觉得很有趣啊，因为不一样的人就会有不一样的元素了，就会有不一样的火花啊。可是我以为你们 advertising 就只是做广告，做那些画面感的东西而已。最终 final 是广告嘛，可是在那之前都会有一个过程，像是婷婷啊，她电影出来之前都是从剧本构思，对，到 storyboard 到后面全部都是必须想的。我有一次我们是功课是啦，是做 media monitoring 的，就是我们要 monitor 新闻啊，比如我们 monitor Nestle 的公司 for 30 days， 看它有没有被写在报纸里面或者是 article 里面这样子咯。真正出来做工 media analysis， 如果你喜欢好像做 stalking 的 things， 你可以去做这个 media analysis。如果 event 的话，功课就是去参加那些 event 啊，然后去 analyze 他们怎样弄那个 traffic 啊。然后有一次我们也是有办过学校的 event， 是自己去找那些 quotation for catering 啊，然后还有去 design 那个 banding。 哇，这样也是很多。对，很多。其实 event 的话也是要学一点 advertising 的那边 visual things， 也是要学 broadcasting 的那边，也是要学怎样去 market 这个东西，如何去定义这个 event 是成功啊。client 的 feedback， 对，如果 client 的 feedback 好，就你的 event 就成功了。那我上集讲的就是我们要维持client或者跟顾客的关系嘛，然
后其实像那些记者招待会呀，或者是很多活动啊，都是我们 PR 要去做的。然后如果你要学 PR 的话，你要有很大的心理准备，就是你要会写会讲。因为像如果你要办一个 conference， 就是招待会这样子，你要准备一个 media kit， 然后你要交给媒体去报道啊，或者是你要邀请媒体记者来你的场面啊之类的，都是你要去准备的。所以你要沟通很多人，你要沟通，甚至可能你要沟通到政府官员、媒体，然后你要写的报章什么，都是你要自己去 handle 的。所以要学 PR 的人，你们要有这个心理准备。marketing 的话呢，就是我们要一直去 plan 东西，就是老师会跟你讲，你要怎样去 build 你的这个产品的曝光率，所以你就要想很多不一样的 idea 咯。像如果平时我们跟老师讲我们打广告啊，或者是请 influencer 啊，老师就会觉得很闲了。如果你们有一天真的没有 idea 要怎么办呢？我觉得这样讲不对啦，可是我觉得你可以参考，就不要说抄袭，你可以参考一下别的 brand 怎么做。就是你一定要写 script 哦，写 script 过后，你想 idea， 你要把你的那些想法变成图画，然后过后你要照住它排出来，所以你就要画 storyboard， 然后图画是要自己画的。对，就是真的就是自己画，就是你写好 script， 你一定要想象哦，这个人从这边的动作、神情会是什么样的，就是你心里一定要想好他会怎样啊，就是你最后的成品就会是怎样。producer 这样子的工作就是制片人，你们知道的，就是制片人，就是他工作就是负责策划所有的东西，所以包括前期拍摄，还有后面的后置啊，然后 marketing 啊，其实整个它都是包办的。你们觉得整个大学最有意思的 assignment 啊，或者是 project 是什么？最喜欢的就是我的 final year project， 我们就是5个人组成一间 agency， 然后我们找了一个 Malaysia 的小众品牌，然后帮他做了很多 research， 像是分析他们的主要顾客群或者是他们的特点，为他们建立了一个维持3个月的 campaign， 用适合他们的广告，像是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做了 posting 的 design， 包括 illustration， 还有 photo tagging 跟写 caption， 达到那个 campaign 的 goals， 就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牌子。而我觉得到最后，其中最有意思的环节就是我们在 campaign 的尾声，我们有帮忙举办了一个 booth， 而通过这个 booth 和华丽的外表跟一些小游戏，我们就成功吸引到那些顾客，然后为他们现场解说产品的特点，然后我们有成功卖出超过预期的销售量。谢谢。我的 MYB， 我的 position 是在 logistic 的嘛 ，logistic 的 position 是会比较忙一点，然后我们是办 event 在 PPR 的地方，那边又是 dengue 的 area 咯，然后我们真的是一直跑来跑去那种找 venue 这样子哦，然后那个approval form 从那个PPR 的头，然后我们就要用Bahasa Malaysia 来沟通。他的 program 真的觉得很有意思啊，就大家在忙，可是还会帮忙这样子。我觉得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班上也是那个友情啊变成好掉这样子。一起讲到我很喜欢我们的 FYP 去办一个沙拉越的公司去推广沙拉越的文化，然后那时候真的很忙，因为我们需要做的东西很多，包括去找 sponsor 啊、想活动啊、要怎样去做引流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想的。然后我那时候是在 content department， 就是我要管理 social media， 就是 Facebook page 啊、办抽奖啊，然后还有 Instagram 的 post 都是我们去 handle。最后开云也是很喜欢我们做出来的活动，所以我觉得那个很有意义。要讲比较特别的是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 live show， 就是比如说你看一个现场版的现场转播的那种演唱会、中国的春晚，其实后面有一个人在操控那个荧幕，就是他会调到你想要看，他要给你看到的画面，所以我们就是做类似这样子的各司其职哦，都是有做自己的职位这样子，然后就我们那时候是演情景剧这样子的东西，然后也是自己写剧本，然后自己拍，然后那时候有3
转播，最后成品也不错，还蛮有感觉啊。最后想问一下你们整个大学在 Mass Com 这个科系里面有什么最不喜欢或者你最喜欢的事情吗？我觉得是 research 的部分因为数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像是顾客群，你要有这些资料，你才可以去定位你的 campaign， 然后这是一个 campaign 能不能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一环啊。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比较冗长跟很准确性，很喜欢用自己的想法跟设计去看到一个牌子的成功，尤其是从0%到100%的那个过程跟成就感。我有些 PR 的东西我不太喜欢，我觉得太麻烦了。我喜欢关于 design for event 的东西了，好像去想 idea for 怎样去办那个 event 啊，怎样去 decorate 啊，然后还需要什么 activity 这些啊。Mass Com 就是包山包海，media law 我也很不喜欢，就是我们居然要学法律，背太多东西了。你还记不记得吗？得？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要背这些东西，很烦。Copyright 是哪一年的？不知道。然后，对，我最喜欢的呢就是像 marketing 的科目。除了那些 theory 的课，我 practical 的都还蛮喜欢。只是像有一个要写的，我发现我们大家都很不喜欢写的东西。对，这个写东西以英文还是有点困难啊。像我自己有个 script writing 的课，讲真的，你要写一个全部英文的 script， 我觉得对我有点难啊，所以我写出来可能没有那么好，就是表达方面。希望这2集 Mass Com 学什么有给大家一些启发，你们有了解到这个 industry 到底在学什么做什么，然后希望我们未来可以带给大家更多更好的影片。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哟。下一集见，拜拜。